都快死了，就别拿手术费拖赖我了。卫东，医生说再拖下去，我就真的没救了。姐不要多，借我2000块就行。2000块还不多，我孩子要补课，家里还要还贷款，你一辈子没成家，也没孩子，治好了又能怎么样？我把工作让给他，把读大学的机会让给他，把一辈子都让给了林家，到头来他们连一瓶止疼药都不肯给我买。秀禾，卫东马上要说亲了，没个正式工作，人家姑娘家里怎么看得上他？这工作你得让给你弟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到1977年，爹娘逼我把工作让给林卫东的那一天。前世我答应了，因为我爹说都是一家人，因为我娘说你是姐姐。姐，以后我一定孝顺你。前世我相信了他们的话，结果呢，我没了工作，被家人嫌弃。后来恢复高考，我想报名，他们又来抢。姐，我还小，你别跟我抢机会。我让了他一辈子，林家所有人都说我能干，说我懂事，说我这个姐姐没白当。直到我生病，林卫东连2000块的治疗费都不愿意出，眼睁睁看着我病死。秀禾，你聋了？前世我总以为，只要自己多让一点，多忍一点，家里人总会念我的好。秀禾，你是当姐姐的，家里就你和卫东2个孩子，你弟以后要撑门虎，你不帮他谁帮他？可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只会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。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。你一个丫头片子，早晚要嫁出去，工作攥在你手里有什么用？你弟不一样，他有了工作，以后说个好媳妇，咱们林家才有指望。我不让。反了你了，工作不让是吧？那你今晚就滚出林家。不用你赶，但我走之前，先把林家欠我的账算清楚。林家欠你，我怀胎10月生下你，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，你还敢跟我算账？前世我最怕听到这些话，一听见我就觉得自己欠了这个家，欠父母，欠弟弟，所以我拼命还，还到死都没还完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工作你让也得让，不让也得让。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住我的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行，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算算，从我10岁开始，家里的公分簿上就有我的名字。你们喝的水是我一桶桶挑回来的，你们一家人吃的喝的穿的，哪一个不是我起早贪黑挣回来的？林秀禾，你这是要造反！这个男人前世永远装沉默，装公道，关键时候却次次站在娘和林卫东那边。重生一世，我不可能再被你们这番话道德绑架。爹，我问你，供销社的考试是谁去考的？是我。录用通知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？是我。公社录用的是谁？还是我。既然从头到尾都是我，那凭什么你们一句话就要我让出去？姐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我自私？我的东西我不想给，这叫自私。那你什么都没做就想抢我的工作，叫什么？什么叫抢？那是你亲弟，亲弟就能抢？林秀禾今天怎么和平时不一样了？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让了。工作我不给，工资我也不会交。至于林卫东想娶媳妇，让他自己想办法。姐，你不能这样，刘家那边还等着呢。那是你的事。林秀禾，我看你是欠收拾。你敢动我一下，明天我就去公社，告诉他们林家想冒名顶替抢我的工作。你回来，林秀禾，你给我回来！前世我把这张纸让了出去，也把自己的人生让了出去。这一世谁也别想再抢走。1977年我回来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做林家的血包了。卫东，去搜他的屋，掘地3尺也得把录用通知找出来。这是我的屋，谁准你们进来的？整个林家都是我的，我进自己家还要你准？你们要是敢进来，我就把事情闹大，让大家都来看看老林家是怎么逼死自己女儿的。秀禾，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，把录用通知交出来。你娘也是为了这个家。
为了谁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个工作我肯定不会让，逼急了别怪我撕破脸。这死丫头平时说什么听什么，今天怎么敢顶嘴？你再说一遍。前世我最怕的就是母亲这样看我，只要她沉下脸，我就会慌，会害怕，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。其实错的从来不是我。我说这工作是我考上的，我不给。反了啊！林秀禾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知道。你弟马上就要说亲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秀禾，跟你娘好好说话。每次我娘发火，她都会出来装好人，可最后无论谁对谁错，热布布的人永远是我。爹，那你来评评理，供销社考试是谁去考的？录用通知是谁拿回来的？既然都是我，为什么工作要给卫东？都是一家人。又是一家人。那我问你，如果考上工作的是卫东，你会让他给我吗？那怎么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卫东是男娃。原来如此，那以后也别跟我说什么一家人，因为在你们眼里，我从来就不是一家人。我养了你18年，养出一个白眼狼。你看看他说的都是什么话？今天我非教训他不可。这一巴掌敢落下来，我就让全村都知道你们怎么抢女儿的工作。林秀禾，你居然敢！为什么不敢？前世我怕他哭，怕爹沉脸，怕村里人说我不孝，可我忍了一辈子，只换来他们变本加厉。我18了，不是8岁，以后谁再动手，我就去找大队干部，再不行就去公社。你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通知。秀兰啊，咋回事啊？老远就听见你家吵架。要是让人知道我正在逼女儿把供销社工作让给儿子，以后还怎么见人？都给我闭嘴，谁也不准出去。前世我最怕把家丑说出去，总想着家和万事兴，结果最后所有苦都自己吃。这一世我要亲手撕掉这一层遮手布。林秀禾，你给我站住！张婶，您帮我评评理，我爹娘非逼我把我考上的工作给我弟。啥？秀兰要把你工作给卫东？张婶儿，你别听这死丫头瞎说，她今天不知道发什么疯。我发疯？那娘你告诉大家，今天晚上是不是让我把供销社工作让给卫东？秀兰，真有这回事儿？那不是让，那是借给卫东先用几年。借工作？谁家工作还能借？供销社又不是锄头。秀兰，你这话说的，工作还能借呀？反正都是一家人，谁干不是干？以后卫东出息了，还能忘了他姐？前世我就是信了这句话，最后把自己信进了医院，连一瓶止疼药都买不起。娘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以后卫东出息了，他会把工作还我吗？当然会。明天就去大队，让大队长作证，写清楚工作借给卫东，5年以后还我。写字据？难不成你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还？你个小白眼狼！卫东是你亲弟弟，他顶替你怎么了？还写字据？我看你是读点破书读的心眼都歪了。张婶，你也听见了，只说借，却连一个字据都不肯写，这哪里是借，分明就是明抢罢了。你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哎，秀兰，有事说的事儿，怎么还动手？我说句公道话，这本来就是秀禾考上的工作，凭啥给卫东啊？你就算疼儿子，也不能这么偏心疼啊！这是我们林家自己的事儿，轮不到外人管。张婶不是外人，今天这事儿就是要请村里长辈评评理。我爹在旁边看了一晚上，半句话都不说，合着就是默认要抢我的工作给儿子。秀禾，别闹得太过分，让四邻八乡看笑话。我看你们是怕你们做的丑事儿被人笑话。今天这事儿要是说不清楚，明天我不仅去公社说，还去大队广报带说，让全公社都听听林家爹妈怎么逼亲闺女让工作的。姐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刘家明天就要回话了，我要是没这个工作，这门亲就成不了。你自己没本事娶不来媳妇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死
死丫头！秀禾啊，话也不能说的这么绝，总归是亲娘亲老子。难不成只许他们抢我的工作，不许我说话？您看，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，公社盖章都认，他们凭什么说拿走就拿走？这明明白白写着林秀禾呢！我撕了你这张破纸，我看你还怎么去报道！好你个林秀禾，你今天要是敢不把工作让给你弟，我们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，以后你也别进这个家门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明天我就去公社报道，以后这个家我不进就不进。行，都别说了，我不要了，别因为我让你和爹娘生分了。前世每次他理亏都会来这一套，装可怜，装受害者，然后让别人替他说话。卫东也怪可怜的，亲事怕是真要黄了。可怜？卫东，我问你，供销社考试报名的时候你报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报？因为你嫌复习累，嫌考试麻烦，嫌天热，嫌起得早。考试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在河边钓鱼。录取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说供销社1个月才20几块钱，不如在家自在？你没报名，没考试，没努力，现在却想拿走我的工作，死心吧！这份工作只能是我的。林秀禾她好像真的不一样了。来了。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有关工作的终于来了。通知。前世就是这一天，我激动的整晚没睡，翻出压箱底的课本。然而，把书还给我！你一个丫头片子，读那些书有啥用？不如把机会让给你弟。这一次，我要牢牢把人生攥在自己手里。恢复高考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！没事儿，卫东，一个破工作咱不要了，咱去考大学，将来去城里，让他就一辈子窝在这个穷山沟里。哼，就凭他，供销社考不上，大学就能考上了？不用你管。距离高考已经不远了，课本、资料、报名，还有最重要的复习。你找谁？我是新来的。林秀禾。是。我知道你，考试成绩不错，本来前几天就该来报道，怎么拖到今天？家里出了点事儿。行，我姓赵，以后叫我赵主任就行。工作上遇到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。赵主任，例行检查。周志远，前世赫赫有名的铁面干部，没想到这一世会在这里遇见他。大热天还要劳烦干事跑一趟，我们全力配合，行不行？正好供销社今天新来一名职工，就是上次招考录取的姑娘，今天第一天正式到岗。秀禾，过来。新来的？今天第一天报到。检查通过，多谢配合。林秀禾是吧？你的录用关系是不是还没转到供销社？今天刚报到，还没来得及。劝你尽快把该办的都办了，免得有人想钻空子。周干事，你的意思是？有人会假借亲人的名号冒名顶替，早点办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周干事，好像对我家的事知道的太多了。成了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属于我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拿走。我不同意！我是他娘，我不同意！晚了，不能这样，卫东怎么办？他还要娶媳妇儿。那是他的事儿。卫东要娶媳妇儿，我就得让工作。以后他要买房子呢，要养孩子呢，是不是都得我负责？你是姐姐，姐姐就该一辈子给他当血包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同意，把档案给我。住手！公社档案不能碰。你是谁？公社办公室，周志远。按照规定，破坏档案属于扰乱办公秩序，情节严重可以上报处理。收好，别再出问题。有些人，你退一步，他会往前10步。记住今天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句话总让我觉得哪里不对，像是他也经历过一样。我不信！
我，我是他娘，他敢不给试试？看来今天还有人没死心。回来啦，听说你今天跟供销社预支了1个月的工资。前世每次我发了工资，都会主动把工资掏出来，可这一世不会了。对，赵主任知道我要准备高考，破例预支了我1个月的工资。那就好，快拿给我，家里正缺钱呢。我的工资我自己收着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工资我自己留着，以后也是。以后也是。林秀禾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吃家里的，住家里的，工资不给家里，你给谁？来了，果然还是这套说辞。既然如此，从今天开始我搬出去。你吓唬谁呢？有本事你现在就走。没事儿，娘，我姐肯定就是赌气，她一个女人走了能去哪儿啊？你干什么？不是你们嫌我在家吃你们的喝你们的吗？我现在就走。我是气话，你听不出来？如果是以前听见这句话，我一定会妥协，但是现在，前世这里一直空着，没人住也没人管，但这里安静，没有人一直想要吸我的血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我林秀英的家了。这里虽然破，但却是2世里第一块完完整整属于自己的天地。谁？是我。周志远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赵主任让我来的。他说你搬出来了，仓库漏风，晚上冷。为什么帮我？不是帮你，是怕你冻死。明明做的是好事，嘴上却一点也不承认。替我谢谢赵主任。周干事，你想干什么？拿绳子绑上，晚上别给陌生人开门，明天去买把锁。这个人好像总能提前想到很多事情，比我还早一步。主任，最近有没有人卖旧书？旧书？高中课本，越全越好。废品站倒是有，不过早被人翻得差不多了。你真想找的话，可以去各个生产队问问。对，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？前世恢复，高考消息出来以后，最先涨价的就是课本。现在大部分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过不了几天，那就是抢破头的金贵物。这中间的差价，够我置办不少东西了。给我拿包糖。恢复高考的广播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准备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。那就早点准备。很多人都会考，书会越来越难买。他怎么也知道？难不成他也重生了？你怎么知道书本会涨价？猜的。猜的？真的是猜的吗？算了，不去想了，抓紧去买书才是正经事。林秀禾比前世敏锐得多，看样子他似乎开始怀疑我了。前世我没来得及帮他，眼睁看着他被家人吸血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护住他。秀禾，听说要恢复高考了，你也考？看看书。哎呦，那得下多大功夫？咱们这种在供销社端铁饭碗的，还折腾啥？拼一把，没坏处。也是，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成绩可不烂，总是班里前几名。但我听说好多人准备报名，城里的知青也回来了，竞争肯定特别大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我感觉我也不差。废品站快关门了，我得赶紧去。王姐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这一世，谁也不能阻拦我奔向更好的人生。李大爷，先别关门。哟，供销社的小林卖东西，明天再来吧。大爷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不是李大叔，我不卖东西，我想看看旧书。旧书？你看那玩意儿干啥？有用，能让我看看吗？去吧去吧，后面那一堆都是，没人要。没人要？
前世再过2个月，这里的书会被抢空，现在却堆成了山，太全了，比我想象中还全。这些怎么卖？废纸价，1毛钱1斤。多少？1毛是不是贵了？我都要了。都要？对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你买这么多干啥？复习。哦，也是，最近来问书的人多起来了。不过你是第一个买这么多的。这哪是花钱，这是捡钱啊，老天爷！这些书用不了多久会变成机会，甚至变成钱。买这么多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。周志远，废品站离公社办公室可不顺路。林秀禾，有时候太聪明不是好事。你这是警告吗？是提醒。书买够了就早点回去，别在外面晃荡。怎么了？你好像知道很多事儿。公社办公室消息本来就比别人快，买的不错，以后会有用。你也觉得会涨价？我觉得以后很多人都会后悔把书卖掉。那我运气不错。不是运气，我的意思是眼光不错。这个人真的很奇怪。差一点又说漏了，和前世越来越不一样了。前世这些东西后来都是抢手货，有人拿着钱都买不到，而现在他们像废纸一样堆在我脚边。恢复高考消息传开后，整个县城都在找书，最夸张的时候，一本高中数学能卖3块钱。如果我把这些多出来的卖掉，兴许连大学时的学费都能够凑齐了。谁？秀禾，是我。我听说你收了不少课本，是真的？消息传得这么快，怎么了？我有个表弟准备参加高考，今天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书。我听废品站李大爷说你全买走了，机会来了。需要哪科？数学和物理有。这2本。太好了，多少钱？1块钱1本。行，我要了。谢谢。你不知道现在书有多难找，我表弟愁的饭都吃不下。高考不仅能改变命运，还能带来机会，真正的机会。秀禾在吗？听说你这里有课本。还有数学吗？英语有吗？风已经来了，而我刚好站在风口上。12块，短短1个晚上，赚了整整12块钱。前世我拼命干活，拼命省钱，而这一世我终于第一次靠自己的判断赚到了钱。这一次我不仅要赚钱，还要考大学，谁也拦不住。请问你这里还有高中语文吗？物理还有吗？听说你能弄到复习资料。秀禾，这些人都是来找你的。我原以为消息传播还要几天，没想到仅仅1个晚上就传开了。大家别急，晚上下班以后来仓库，白天我得上班。你到底囤了多少书？也没多少，就是提前买了一点。昨天广播刚通知恢复高考，今天书就卖疯了。而他已经提前把书收好了，这眼光未免也太准了。秀禾，你不会早就知道吧？我要是真提前知道，不是早发财了？也是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眼前这个姑娘总让人觉得有点神秘。秀禾居然真搬出去了，几天了也没个动静。这个死丫头，连个低头认错的意思都没有。娘，姐肯定是怕你打她，不敢回来，在外面说不好连饭都吃不上呢。等他过不下去回来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，再逼着他把工作让给卫东娶媳妇儿。肯定是我姐回来了。婶子，你们这是咋了？没咋，春燕儿，你来找卫东啊？卫东，快点，春燕儿来了。婶子，我刚从供销社那边回来，看见他了？看见了，他好像……怎么了？好像在做生意。什么？就他？
能做明白什么生意？卖书，好多人找他买课本，听说昨天晚上就卖出去不少，具体赚多少不知道，但肯定不少。如果林秀和没钱，总有回来的一天。可如果他开始赚钱，那我们还怎么拿捏他？胡闹！那些书肯定是投机倒把，国家怎么可能让他这么卖？婶子，秀和他没……你懂什么？一个丫头片子挣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早晚得出事儿。林秀和，你的钱都该是卫东的。春燕儿，怎么了？你说，如果卫东也去卖书呢？什么意思？他能赚钱，卫东为什么不能？那些书又不是金子，别人能卖，卫东也能卖。卫东，干什么娘？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废品站收书。还有书吗？今晚我排第一个，数学给我留一本。前世这个时候，林秀和还在家里洗衣做饭，把自己的一切都让给了弟弟，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这些。希望这一世没有人拖累他，他可以走得更远。快点，磨磨蹭蹭干什么？娘，咱们真去收书，几本破课本能赚什么钱？你懂什么？你姐都能赚钱，你凭什么不能？她一个姑娘家都行，你一个大男人还能比不过她？林秀和都能做到，我也行。李老头，课本还有没有？课本？对，高中课本有多少要多少。你们来晚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了，前2天全让人买走了。全买走了？连张纸都没剩。现在知道来买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谁买走的？还能是谁？供销社那个小林呗。又是他，怎么又是那个死丫头？娘，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？对，别的地方还有，走。没了，昨天刚卖光。现在谁不知道收课本，早就抢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昨天还没人要的东西，今天居然全没了。如果自己早点想到，这些钱就是林家的，可偏偏林秀和比自己快了一步。娘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我姐怎么会知道那些课本一定会赚钱？别急，排队都有。娘，你觉不觉得我姐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？呸！她就是再能耐，也不过是个丫头片子。这是我这2天卖书赚到的钱，已经超过了1个月工资，而这只是开始。谁？秀和，开门。有事儿？开门再说。你弟要结婚了，所以呢？刘家那边催得急，彩礼还差120块。120块，差钱找我干什么？你是他姐，帮衬弟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赚到钱了吗？原来如此。今天来找我不是因为想我，不是因为关心我，而是因为听说我赚钱了。谁告诉你的？村里都在传，说你卖书赚了不少，正好把钱拿出来，家里以后会记着你的好。记着我的好。爹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什么？如果今天赚钱的是卫东，你会让他把钱拿出来给我结婚吗？情况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他是男娃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钱我不会给，以后也不会给。林秀和，你别忘了你姓什么。我没忘，我姓林，但我的钱不姓林。前世为了所谓的一家人，我一次次妥协，却被他们像丢垃圾一样随手扔开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妥协。谁？是我，刘春燕。她怎么会来？今晚我这倒是挺热闹。有事儿？前世这个女人嫁进林家以后，没少跟着王秀兰一起算计我。我能进去坐坐吗？原本以为林秀和搬出来以后会很惨，可事实并不是这样。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我刚刚听见建国叔来找你要钱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不对。哪里不对？很多地方都不对。秀和，你弟真的一直这样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以前相亲的时候，他说他准备参加招工考试，说自己以后会有正式工作，还说家里条件虽然一般，
但会越来越好。结果呢？工作是你的，招中考试也是你考上的，他什么都没有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昨天我让他陪我去县里，他说累，让我自己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跟别人去打牌了。之前还觉得自己嫁了个好对象，可这几天越来越不对劲，工作没有，钱没有，上进心也没有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担当都没有。你后悔了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嫁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婚姻不是救济，谁的问题谁自己解决。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，指望别人嫁过去一起吃苦，本身就不公平。如果我不想结婚了呢？前世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终于出现了，那就别结，日子也是你过，别人替不了你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告诉他，年纪到了就该嫁人，找个差不多的就行，可从来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。谢谢。秀禾，我觉得你以后一定会过得很好。要是刘春燕退婚，难保林家不会来找我麻烦，我得早做打算。秀禾，快开门，出事了！张婶，怎么了？快跟我回去一趟，你家出大事儿了！又闹什么幺蛾子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卫东偷钱了。偷钱？前世确实发生过，只是那时候事情被王秀兰死死捂住了，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。后来我才偶然听见林卫东曾偷过生产队会计的钱，但没有人知道偷了谁的钱。刘春燕她爹的钱，整整50块。现在人呢？都在你家，刘家的人都来了，闹得厉害。走吧。秀禾来了。卫东，你自己说，钱是不是你拿的？是。不是偷，孩子是一时糊涂。什么糊涂？50块钱都快赶上我2个月工资了，这是糊涂？钱呢？花了。花哪儿了？买书。买书？前2天王秀兰带他到处收课本，结果扑了个空。这小子急了，居然偷钱去别的地方买。买书？你拿我家的彩礼钱去买书？谁让你动的？我就是想赚点钱。赚点钱怎么了？别人能卖书赚钱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所以你就偷钱？春燕儿，你别叫我。我以前一直觉得你只是没找到机会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你根本不是没机会，是自己有问题。秀禾，你快说句话，帮帮你弟。来了，熟悉的一幕。如果是前世的我，一定会被他拖下水，可这一世不会了。帮什么？赔钱啊！你不是赚了吗？先把钱赔给刘家。凭什么？卫东是你弟，你忍心看他出事儿？忍心？你偷钱的是他，不是我。赔钱的人也该是他。至于怎么赔，自己想办法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替任何一个人收拾烂摊子。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今天能偷我家的，明天是不是就敢偷别人家的？这种事必须报公安。老刘，别，孩子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？知道错了，钱能自己回来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给个说法，这事儿没完。爹，娘，你们帮帮我，我就是想着等书卖出去赚了钱，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窟窿补上。老刘，这事儿是卫东不对，钱我们赔。赔？拿什么赔？以前不管出了什么事儿，总有人兜底，现在那个兜底的人不见了。报公安吧。春燕儿，你想好了？你俩毕竟有婚约。偷钱不是小事儿，既然做错了，就该承担后果。春燕，你也要送我去公安？是你自己走到这一步的。春燕，别说了。这是退婚书。退婚？他居然要退婚！春燕儿，你疯了吗？婚事都定了。定了也能退。我想嫁的是一个能一起过日子的人，
不是一个偷钱的人。你不能退，卫东以后会改的。会改？那等他改好了再说吧。明天中午之前把钱送来，否则我亲自去派出所。全完了。有些代价迟早要自己承担。谁？是我，周志远。周志远，已经快晚上10点了，这个时间他来干什么？周干事，这么晚过来有事吗？刚从公社出来，顺路。又是顺路，这人的理由还真万年不变呢。进来吧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公社通知。什么通知？高考报名。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授师报名工作的通知，终于来了。前世我就是在这个阶段错过的，书被烧，报名耽误，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走进考场。什么时候开始？下周一，地点在县中学，需要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和生产局介绍信。前2个都没问题，可生产件介绍信要经过大队，而林家还在生产队里。有麻烦？有一点，我怕有人卡介绍信，所以我来提醒你，早点办，别等最后一天。又是这种感觉。第一次见面，他说早点报到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后来他说课本会越来越难买，现在又说早点办介绍信，别等最后一天。周志远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什么事？你好像总能提前知道很多东西。公社办公室消息灵通一点很正常。那课本呢？课本会涨价，工作要早点报到，介绍信要提前办，这些也是消息灵通。他似乎比上一世更敏锐聪慧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周志远，还有事儿？谢谢。考上大学再谢。不管你有多少秘密，但我总觉得你不会害我。高考终于来了。林秀禾已经开始怀疑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有些秘密恐怕藏不了太久。还是太着急了。前世吃过的亏，这一世不能再吃一次。老王，这事儿你得帮帮忙。卫东还年轻，不能因为一次糊涂毁一辈子。建国，偷钱就是偷钱，这事儿我也没办法。再说了，刘家那边已经闹开了，我能怎么帮？秀娥报名的事儿，她毕竟是我闺女，家里现在乱成这样，哪有心混考大学？再说了，一个姑娘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能不能还还？秀禾，继续说，怎么不说了？我刚才没听清，谁要还还？秀禾，你别误会。误会？我亲耳听见的，还能误会什么？我是你爹，我还不能替你考虑？替我考虑？高考恢复你不让我报名，这叫替我考虑？家里现在这样，你弟弟出了事儿，你还有心思考试？卫东偷钱，是我让他偷的；刘家退婚，是我让人家退的。他做错事，凭什么让我负责？我今天来是开介绍信的，不是来商量的。建国，这事儿我帮不了你。高考是国家政策，谁都拦不了，介绍信必须开。成了，前世我连这一步都没走到。拿到了。拿到了。恭喜。钱还在，还好回执也在。1本、2本、3本。看来这小偷不要钱，只要书。大晚上的，你怎么还不开灯？怎么了？有人进来过？什么？丢东西了？书少了几本？不会吧？最近书这么抢手，谁这么缺德？解放鞋，42码左右，男人的，林卫东。秀禾，要不要报大队？不急，不急。
既然拿了，总会露出来。卫东，没人看见吧？没有，他那么多书，少几本根本发现不了。再说了，这些本来就该是我的，凭什么他能赚钱，我不能？还得是我儿子聪明，明天就去卖，卖了钱先把刘家的窟窿补上，剩下的咱们自己留着。有课本？有，高中数学、物理、英语都有。多少钱？2块1本。行，我看看。咦，怎么了？这书怎么了？这不是林秀禾的书吗？什么林秀禾的书？这是我的书，我买过他的书。你看这里，这下面怎么有个名字？林秀禾？坏了，光想着挣钱，忘了检查一下了。这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而且这本书我见过，前几天还在他仓库里。林秀禾，供销社那个，他的书怎么跑你这儿来了？这是我家的书，她是我姐。你就是林卫东？你认识我？当然认识。最近谁不知道你偷钱？胡说八道，谁偷钱了？让一让。姐，你咋来了？我来看看，你把我的书都卖给谁了？姐，你说啥呢？我什么时候拿你的书了？这是我的书，前天从仓库丢的。原来真是偷的，连自己姐姐的书都偷。不是偷，我就是借。借之前跟我说了吗？不问自拿就是偷。林卫东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大伙儿都围在这儿干什么？婶子，这些书都是秀禾的，是卫东翻出来打算拿出去卖钱的。什么秀禾的？都是一家人住在一个家里头，东西哪能分这么清？又是这套一家人的说辞。发了工资怎么不拿出来全家一起分？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儿子拿自家家里的东西，犯得着大伙儿在这起哄吗？自己家的，婶子，你自己瞧。写他名字怎么了？她是我生养的闺女，她的命都是我给的，我拿她2本书怎么了？娘，我这命是你给的不假，可从小到大，你给过我一口饱饭吗？我13岁就下生产柱挣工分，赚的工分全交给家里，冬天连双棉鞋都穿不上。这时候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一家人？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？我白养你这么大。你养我，我13岁之后就自己养自己，还帮着养卫东。要算账的话，咱们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算清楚，看看谁欠谁的。姐，你别太过分，娘都是为了我才这样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我怪你什么？怪你手脚不干净偷拿我的东西，还是怪你一家子合起伙来把我往泥坑里推？哎呦喂，闺女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忤逆亲娘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啊！哎呦喂，闺女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忤逆亲娘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啊！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拉我起来，非要看着我丢老脸是吗？你自己非要哭，我怎么拦？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书你已经拿回去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那是你亲娘和亲弟弟，你非要把我们一家逼得没法做人，你才甘心？是他们来偷我的东西，怎么反倒成了我逼他们？今天偷书，明天是不是就要偷我介绍信？后天是不是就要替我去考试了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道歉。林秀禾，你别太过分。今天不道歉，我们就去公社，让大家评评理。行，对不起。但是林秀禾，你给我等着，靠我自己也一定能比你混得好。上辈子我替林卫姑道了无数的歉，这句对不起是她欠我的。她好像从来都相信我会赢。前世我从来没机会走进这里，但这一世，我的命我自己做主。下一位，姓名林秀禾，年龄
18，毕业学校，县一中。材料给我。材料齐全，可以报名。签字。好了，报名成功，好好准备考试。谢谢老师。这辈子工作保住了，书保住了，高考也保住了。报名完了，恭喜。谢谢。接下来呢？复习。然后呢？考大学。再然后呢？去看看更大的世界。老师，我想问问，往届高中毕业生真的也能报名吗？之前通知里写的不够细，不过今天县里刚来了补充通知，符合条件的往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参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通知刚贴出去，自己去看。谢谢老师。对不起，没事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就感觉他跟之前的我有点像。是挺像的。看你这样子，好像认识我多久了一样。秀禾，你不知道，我们确实认识了好久。往届高中毕业生同等学历青年，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。太好了，哭啥？这是好事儿。那不是高兴，是原本以为没路的人，忽然看见了一条路。赵小梅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娘，我家里活不干，饭不做，你跑县高学来丢什么人？补充通知说，往届生也能报名，我也想。你想什么？你还想考大学？你都毕业2年了，还做什么梦？我想试试。不许试！你爹已经跟李家说好了，下个月村里定亲，彩礼都筹谈的差不多了。走，跟我回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谢谢，别弄丢了。还磨蹭什么？走。哎，可惜了，姑娘家就是这样，家里不让，也没办法。下个月都定亲了，还考啥大学？上辈子我也是这样，被家人扼杀了高考的机会，但这一次，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。林秀禾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送通知，补充通知一出，会有很多人想报名，也会有很多人不想让他们报名。你说的是赵小梅？你认识她？昨天报名的见过她。她家里情况不太好。你怎么知道？公社管这些。她想考大学，可是她家里不让。这种事儿很多，所以就算了。我没说算了，我只是想说，想帮别人之前，先想清楚你能帮到哪一步，别把自己重新变成别人的血包。我知道，我帮他不是替他过日子，是让他知道，他可以自己选。那就去吧。去哪儿？赵家。现在？不然呢？等下个月定亲。周志远。你真的只是公社办公室的干事吗？目前是。走吧，去晚了，人家可能连毕业证明都给他烧了。这一次，不只是他自己的命运，不能被烧掉。老赵家运气真好，李家愿意出180块彩礼，那可是大钱。赵小梅这丫头值钱，180块。就毁掉了一个女孩的未来。我不嫁！轮得到你说话吗？书读傻了是不是？考大学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人家李家愿意给180块彩礼，你还不知足？我想考大学，考上了，我能挣钱，能养活自己。疼吗？不疼。叔，他已经成年了，高考是国家允许的，为什么不能报名？国家允许，国家还允许种地呢，他怎么不去种地？大学是那么好考的，考不上怎么办？如果考上呢？什么？如果他考上大学，毕业以后分配工作，
工资比彩礼高，见识比嫁人广，那怎么办？没有万一，她必须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她爹。叔，你是他爹，不是他的命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就是林秀禾，就是那个跟家里闹翻的丫头，现在还来教别人家姑娘不嫁人。原来是你，我听说过，连亲爹娘都不认，现在还想教坏我闺女？不是这样的，都给我滚出去！赵国富，你确定要赶我们走？你谁呀？正好，关于高考报名的事情，我也有几句话想问你。周同志，我可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，我就是管自己闺女。她是你闺女，但是你也不能干涉她报名，逼她嫁人。她一个姑娘家，读那么多书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报名不要钱，路费不要钱，考不上不全打水漂了，还不如早点嫁人。报院费多少？什么？我问你，报院费多少2块5。所以你是因为2块多钱，准备卖掉自己女儿的前途？什么卖前途？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。那你告诉我，如果她考上大学，分配工作，1个月工资20-30块，值不值2块报名费？说的轻巧，谁知道能不能考上？万一考不上呢？那就试试。说的容易，你帮她出啊。我出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要。为什么不能？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。谁说白给你了？2块5，报名费，算我借你的。借？对，以后考上大学，工作了再还我。借？你以为交了报名费就完了？县里考试不要路费，不要住招待所，不要吃饭，到时候谁出？这些事儿，公社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明天上午带着毕业证明去公社，有人会告诉你。又是这种笃定的语气。林秀禾，你宁愿把钱给外人，也不愿意帮我这个亲弟弟。你等着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秀禾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赵主任找你，马上过去。工商馆的人也来了。有人举报你。举报什么？看看吧。利用供销社职工身份，私下收购学习资料，高价调卖，从中牟利，涉嫌投机倒把，建议严肃查处。写的不太专业。什么意思？举报人根本没弄清楚政策。旧书不是统购物资，学习资料也不属于计划供应商品。我卖的是个人旧书，不是供销社商品，更没有利用职务便利。你懂这些？最近看过一些文件。继续说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举报人认识我。怎么说？他知道我卖书，知道我什么时候收书，知道我经常去哪里摆摊，甚至知道我仓库的位置。如果不是长期关注我，不可能知道这么详细。还有吗？有，这里资料的资右边少了一笔，像是长期形成的习惯。你倒像管理局的。只是随便看看。我姓刘，公社工商管理小组的。接下来例行问几句，基本没有问题，但还需要去找群众核实一下。我就知道这丫头干不出那种事儿。主任，我能看看举报信吗？怎么了？这字我好像见过。在哪儿？前阵子有人来供销社买笔记本，当时缺货，我让他留了张纸条，那个“资”字也是这么写的。谁留的？林秀禾，你现在一定也尝到我那天的滋味了吧？结果出来了，收购来源合法，交易对象明确，销售内容属于个人旧书，没有涉及统购统销商品，没有利用供销社职工身份牟利。举报内容不成立。我就说吧，白折腾一场。不过举报人倒是帮了你一个忙。什么意思？这2天调查，我发现来买资料的人比平时多得多，你们自己看看。他们听说你这里能买到书，都从各个村赶过来。还真是，举报一次，反倒帮你宣传开了。还有件事儿，公社准备给困难考生做个资料共享点，
如果你愿意，以后收来的旧书可以统一登记，既方便学生，也省得再有人乱举报。这是好事啊。秀禾，你觉得呢？可以，不过资料还是学生自己买卖，我只负责整理。这样最好。秀禾，怎么了？我把那封举报信又看了一遍，这个还有这个。前阵子整理货柜，我总觉得见过这个字，后来想起来了，有人来买笔记本的时候写过。我刚刚把登记本翻出来，果然一样。林卫东，那你准备怎么办？举报别人，总得承担后果。不知道供销社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，能不能查出问题不重要，能给他添堵就行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供销说找你了。找了。然后呢？查完了，举报不成立。一个字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不了全部，但够用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来告诉你一声。告诉什么？以后别碰我的事儿。你的事儿？供销社是你的，高考是你的，全公社的人都得围着你转。我写封举报信怎么了？你卖书赚钱，别人还不能说？你真觉得是卖书的事儿？那是什么？你只是不习惯。以前我给你洗衣服，给你做饭，给你攒学费，而现在我不做了。随你怎么想。高考见，到时候看成绩。行，看成绩。林秀禾，你记住，我一定比你强。我也能参加高考了，拿好了别丢，考试的时候都要用。秀禾姐，办完了，办完了，补助批下来了，报勤费退了一部分，县里考试还能住招待所，介绍信也开好了。这个给你，我先还一点，剩下的以后再还，留着买本子，考试要用。秀禾姐，以后我能经常来找你吗？来干什么？聊天、借书，不会的题也想问问你。那就来。申请人林建国，申请内容取消林秀禾高考报名资格。红梅昨天跟我说了，你怎么看？字像，但不能只靠这个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主任，我又找到一样东西，这是去年登记煤邮票的时候留下的字，你们看看。登记人林卫东，8、9不离10。我早就觉得是他，上个月还来问过秀禾卖书赚多少钱，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。主任，这件事先别传出去。为什么？他快高考了，现在闹开，全公社都得知道。你倒替他想的周全。我儿子昨天来买资料，你们卖的是什么东西？全是旧书，凭什么卖那么贵？旧书怎么了？旧书不能看，那也不能卖这个价。我儿子说，你们这里最赚钱。这是谁的字？什么？这本书原来的主人整理了3个月，把重点全标出来了。你儿子如果自己做一遍，3个月都未必做得完。确实，这笔记很细，书页都磨毛了，这是认真学过的。那也贵。最后一道题，你儿子会做吗？我哪会这个？所以你买的不是纸，是别人整理好的时间。对啊，我买的就是笔记，县里根本找不到这种资料。难怪你能把旧书卖起来，嘴比算盘都快。这是县里的模拟卷，刚到一批，你留着。多少钱？不要钱。公社发的。算是。还有件事儿。什么事？申请人林建国申请取消林秀禾高考报名资格，理由：家庭意见不统一。昨天县中学整理档案，有人发现的，本来准备按流程退回来，正好被我看见。前世我爹很少动手，更多时候他坐在那里任由我娘折腾。可我知道，真正拍板的人一直是他。什么时候交上去的？前天。正好是举报信那几天。你准备怎么办？先去问问。问谁？我爹。县中学给的回复：申请不予受理，恢复高考属于国家政策，
成年考生拥有独立报名资格，监护人无权代为取消。幸亏没成功。要是成功了呢？那就重新报名，再不行，我陪你去县里。周志远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们之前认识吗？周志远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们之前认识吗？职责所在。算了，当务之急是去找我爹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。老林，为什么？你已经有工作了，卫东还没有。你考大学，工作怎么办？总不能浪费。原来如此，还是工作。所以，你准备让我放弃高考，把名额给林卫东？卫东是男娃，以后还得养家。你有工作已经够好了，大学给他考怎么了？高考报名的时候，你们让我把工作让给他，现在报名成功了，又让我把大学让给他。下一次呢？林卫东在哪儿？你找他干什么？问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。我知道，而且我觉得爹没错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好处享受多了，就真觉得那些东西本来就是他的了。你也想让我放弃？你有工作，我没有。你已经赢了一次，总得给别人留条路。给别人留条路？供销社工作是我考上的，高考报名是我自己报的，书是我自己收的，钱是我自己挣的，哪一样是从你手里抢来的？林秀和，等高考成绩出来，你会知道的。知道什么？谁才是林家最有出息的人？那就考场见。举报对象林秀和，举报内容身份造假。又出事了？看看，还是熟人，而且离你很近。县中学怎么处理？暂时没处理，因为档案没问题，户口没问题，年龄没问题，工作关系也没问题，所以先压下来了。这次不是林卫东。为什么？他写不出来。举报信虽然匿名，但逻辑很完整，甚至知道应该往哪里送。林卫东还没这个本事，至少现在没有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顺着查了一下。查到什么？县中学的人怎么说？他们说你爹来过2次，一次申请取消报名，一次举报身份问题，还问过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如果考生主动放弃高考，手续怎么办？爹啊，不管是上一世还是现在，你都没有顾及我一点。秀和姐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哪道不会？这里原来还能这样解。县里下周组织一次模拟考试。真的？全县统一，排名也会公布。怕什么？考一次就知道差多少。对，考一次就知道差多少。对了，我今天去邮局，听见2个人聊天，他们说林家最近到处打听高考的事儿。打听什么？好像在问，如果考生自己你不去考试，名额能不能让给别人？看最后一行。申请带领高考准考证，正常情况不能。所以县中学没同意。什么时候发准考证？下个月。领取地点？县中学。本人领取？原则上是。前世我一直觉得王我娘最偏心，后来才发现，真正毁掉我人生的人是我爹。他怎么这样？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对的。这还对？在他眼里，儿子比女儿重要，家里只能供一个人往上走，那个人不是我。怎么说？还真是锲而不舍。他觉得自己是在救儿子。准备怎么办？等。等什么？等他们自己把事情闹大。找林秀活。他上班。我知道他是上班，我就是来找他。林秀活，有事儿？跟我回家。为什么？高考别考了，一个姑娘家有工作就够了，考什么大学？家里供不起2个大学生，卫东更需要机会。所以你们想让我退出？凭什么？这是为了全家好。谁的全家？当然是林家。那我呢？我难道不是林家人吗？你也是林家人。既然我是林家人，
为什么供销社工作要给林卫东？为什么工资要交给林卫东？为什么高考也要让给林卫东？因为他是男娃。胡闹！恢复高考是国家政策，谁告诉你能让？我不懂那些，我只知道卫东比他有出息。那就让他自己考。县中学刚发来的通知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考生报名和考试，违者上报处理。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谁说没关系的？王秀兰同志，关于你们家的情况，公社希望了解一下。了解什么？为什么连续阻挠女儿参加高考？我没有阻挠，没有。县中学来访登记，申请取消报名资格，是不是你们家提交的？那是他爹写的，所以你知道。那份情况说明呢？准考证带领申请呢？询问考生放弃考试手续呢？我也是为了他好。怎么个好法？他有工作，供销社铁饭碗，一个姑娘家以后嫁人就行了。大学给卫东考，家里也能多个大学生。高考还能让？头一回听说。照这个说法，县里那些姑娘都别考了，都让给儿子得了。王秀兰，工作让，工资让，现在大学也让，你到底把秀英当什么？卫东是男娃，以后能撑门立户。国家恢复高考通知里写得清清楚楚，凡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考试，没有男女之分，也没有谁替谁考，更没有谁让给谁。妇联主任怎么会来？我通知的。有必要闹这么大吗？是我闹的吗？秀禾，咱们回家说，这里人太多。为什么回家？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。取消报名申请是你写的，情况说明是你交的，准考证带取也是你问的。现在说家里的事儿，林建国同志，你承认这些材料是你提交的吗？是。原因呢？因为家里只能供一个大学生，卫东比你更合适。供销社工资我自己挣的，买资料的钱我自己赚的，报勤费我自己交的。你告诉我，你们供我什么了？林建国同志，你可以回答。家里养了你18年。就是，没有林家哪有你今天？吃的喝的不是家里的，住的不是家里的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连爹娘都不认了。8岁开始下地，9岁洗全家的衣服，10岁开始打猪草，13岁挣工分，这些也算家里养我。谁家孩子不是这么过来的？是吗？卫东16岁才下生产队，之前连猪草都没割过一筐。我18岁那年发烧，烧到快40度，你们让我扛着，转头给魏铎送了5个鸡蛋补身体，这也是谁家孩子都这么过。你就是这么记仇的？我们是你亲爹娘。我不是记仇，我只是不想再让了。从小到大，我让了卫东多少东西，这一次，我的人生只属于我自己。高考我考定了，谁拦着都没用。你要是非要考，以后就别回林家了，我们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你要是敢去考试，我们就当没生过你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威胁人！林建国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强迫女儿放弃高考，断绝父女关系，你这是违反政策的。秀禾现在是供销社的正式职工，宿舍就在供销社后院，回不回林家，本来也不影响。哼，好，我看你是翅膀硬了，有人撑腰了，就不把爹娘放在眼里了。不是有人撑腰，是我自己不想再委屈自己了。秀禾，这一次，你终于不再委曲求全。林建国同志，你的思想有问题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连续申请取消报名，举报身份问题，试图带领准考证，这些难道不是你干的吗？主任，县里来电话了。什么电话？县里通知，最近有人恶意干扰考生报名，要求各公社统计情况，严重的要公开处理。林建国同志，明天下午2点公社会议室正式调解，你们一家必须到场。明天我会去，有些话正好一次说清楚。亲爹拦着女儿考试，还一路闹到公社，真是头一遭。这老林糊涂啊，这下有他好果子吃了。秀玉姐，紧张吗？为什么紧张？秀禾姐好像不管什么事儿都没有慌过。你还真来了。
通知上写了必须到场。既然人齐了，开始吧。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过，现在请双方陈述。林建国同志，你先说。家里条件有限，只能集中资源。卫东成绩一直好，更有希望考上大学。秀禾已经有工作，所以我认为把机会留给卫东更合适。高考名额有限，不是，他报名会影响林卫东报名。不会，他参加考试会影响林卫东考试。不会。那我换个问法，如果今天报名的是林卫东，林秀峰想让他退出高考，同意吗？卫东是男孩。原来他也和我一样，但还好他比我更勇敢。主任，县中学刚送来的。现在我再问一次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解释吧。我没想害他。继续说。我只是觉得卫东更适合读大学，秀恒已经有工作，家里总得有个安排。安排？高考是国家选人才，不是你们家分东西。可家里条件就这样，供不起2个。根据调查，林秀禾同志报名非自付，学习资料大部分自己筹措，工作通过公开考试获得。从目前情况看，他并没有索取额外资源。那他也是林家养大的，没有林家哪有他今天？养孩子是父母责任，不是交换条件。调解结论如下：林建国、王秀兰多次试图取消报名资格，带领准考证，干扰考生考试准备，行为不当，责令停止。高考属于国家选拔人才制度，不得以家庭关系、性别、身份等理由限制考生参考。林建国同志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王秀兰同志呢？听清楚了，那就在这里签字。县里来人了，让一让。正好人都在，有件事通知一下。县里决定，下周组织全县统一模拟考试，成绩排名公开，作为正式高考前最后一次摸底。所有报名考生必须参加，成绩会送回各公社备案。表现优秀的考生还会获得重点推荐资格。快吃，最近别累着。卫东，听见了，这次考试我会考好。那还用说，从小到大你哪次成绩差过？爹，如果我考了全县第一，什么？如果我是第一，他还拿什么跟我比？先看这个，县一中的笔记。哪儿来的？周志远送的。这都能弄到？前世这个时候，县一中的模拟卷还没公开，很多重点题都藏在老师内部资料里，也不知道周志远是怎么拿到的。刚印完，每人1份。现在就做？现在做，考试不会等人。我居然及格了！作文扣了9分，字还能再工整一点。91，满分100。这还怎么考？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刚从县里回来，听说县一中那边提前摸底了，全县几个重点学校都参加了，结果出来了，谁第一？林卫东。听说数学差点满分，老师都说今年高考他很可能是咱们公社最有希望的那个。听说了吗？林卫东摸底考第一，数学差点满分，县一中的老师都夸了。林家这回真要出大学生了。外面传疯了，都说林卫东要考大学。传吧，成绩好又不是坏事。我就是怕有人拿这个说事儿。说什么？说秀禾考不过他呗。考不过就考不过，高考又不是比谁声音大，卷子上见真章。秀禾姐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他们都说林卫东是全县第一。那只是摸底，可大家都信了。连我爹都在说，他说女娃再努力也比不过男娃脑子好。我昨晚看了一晚上，又做了一遍，这回71，进步8分，不错。秀禾，你弟来了，有事儿？没事儿，来买资料。听说你最近也在准备模拟考试。挺好。全县第一的卷子我看过了，难度一般。这个林卫东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怎么，
不想聊成绩。成绩出来再聊，现在聊什么？新资料到了。在哪儿？我看看。这也太巧了！巧什么？县里安排考场又不认识你们。那倒也是。第一考场基本都是成绩好的，县里喜欢这么排，方便统计。那我呢？第三考场中间位置。第三考场也行，能进去就行。前世高考结束以后，他一直说自己发挥失常，可成绩出来的时候，依旧要全公社大多数人。这一世，很多事情变了，可有些东西没变。在想什么？在想考场。紧张？不会。还有个东西。什么？县一中的内部模拟卷。还有？最后一套。本来不对外，老师拿来摸底的。1977届重点班模拟卷，我能看吗？能。我能抄吗？能。我今晚不睡了。能。你还是睡吧，考试的时候别趴桌上。听说了吗？林家摆酒了。什么？林卫东那个摸底成绩传开了，他的奶奶高兴的不行，请了半个生产队吃饭，还挂横幅呢，说什么未来大学生，全县第一。第几套了？第7套。错多少？比昨天少4道。什么东西？复习计划。这是一整个月？每天都排好了？连睡觉时间都算进去了？我还是自己学吧。看看。5月18日重点复习政治大题，为什么是这天？根据历年出题规律猜的。历年？姐，我一定会考过你的。拭目以待。模拟高考第一科语文开考。作文题目是瞬间。考试开始。注意时间，作文还没写完的抓紧。阅读理解最后一题还没写完，作文也只写了一半。他怎么答得这么快？还有5分钟，请停止答题。作文题我会写。阅读最后一题呢？那个，我写跑偏了。走，去看看。第一考场重点关注名单：林卫东、林秀和。第一考场重点关注名单：林卫东、林秀和。这啥意思？是不是县里看好的考生？这都不知道？这是县一中的老传统，阅卷组会提前标出最有可能冲高分的人，方便重点分析试卷。去年内部摸底也有，名单上的人最后基本都排在最前面。那岂不是说你和秀和姐两个是最强的？差不多，至少老师是这么判断的。又或者说，我比林秀和更强。走吧，数学考试要开始了。都是我练过的题型，这次我肯定考得比你高。上一世卫东参加完模拟考试后回来说数学大题很难，所以重生过来，我在数学上下了大功夫。如今看来，也算是他帮了我一次。装什么镇定？肯定是碰到不会的题卡壳了。等成绩出来，我看你还怎么撑着。这一次全县第一只能是我，林家只能出我一个大学生。考得如何？还行。林秀和，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可是奥数级别的，你肯定没做出来吧？答案是-3，对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做出来？那可是奥赛题，你不可能做得出来，肯定是听别人说的答案吧？随你怎么想。林秀和，林家只能有一个大学生，那就是我。你没什么想问我的吗？问什么？比如最后一道大题，我是不是真的做出来了？结果会说明一切的，不是吗？没错，结果会说明一切。秀和，这一世的你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人生。政治考试开始。这道题，周志远圈过，他怎么会知道今年的政治考题？出来了，成绩出来了。谁第一？林秀瑜。秀魂，你考了第1名。
不可能！第一名林秀禾，第二名林卫东，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不如林秀禾？卫东，事实证明我并不比你差。就是，我要看是你林卫东不如秀禾姐。去！你个臭丫头，懂什么？不就是一次模拟考试吗？谁知道林秀禾使了什么手段，考的第一名呢？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清楚。你整天跟这个公社干事走那么近，谁知道你俩啥关系？话说，秀禾姐跟周干事走的确实挺近，难不成周干事暗恋秀禾姐？林卫又考了好成绩，就是他有本事，而我就是靠不正当手段。娘，难道我不是你的孩子吗？你和卫多能比吗？他可是男娃。谁规定男娃就是一定是优秀的那一个？从古至今，优秀的女性数不胜数，不要用你的偏见去抹杀秀禾的努力。娘，1个月后的高考，我会向你证明谁才是更优秀的那一个。你这次考得好也就是侥幸，看吧，等真正高考的时候，卫东肯定比你强。请问哪位是林秀禾同学？老师你好，我是林秀禾。这份卷子拿着。什么卷子？去年整理出来的重点题型。高考还有不到1个月，别松劲儿。模拟考试只是模拟考试，真正的考场比这难得多。谢谢老师。对了，作文写得很好，继续保持。林秀禾，我不会让你如意的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有人找你？谁？妇联的，来了半个多小时，说有急事儿。县里转来的，刚到。举报材料？举报是今天下午送到县里的，时间很巧，刚好在成绩出来以后。信是匿名举报，但我想你应该认识这个人。这个“滋”字的写法有印象？有。谁？先不急，县里怎么处理？暂时压着。模拟考试成绩刚出来，教育局那边不想影响考生备考。不过这次比上次麻烦，调查申请已经进入登记流程。县里怀疑是恶意举报，可要定性，得先查清楚是谁写的。我知道他是谁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再纵容他继续下去，可能会影响你的高考。去会会他。卫东，来多吃点补补，高考肯定能压过他。林卫东在家吗？你回来干什么？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吗？今天不是我要回来，是妇联主任要见林卫东。妇联主任见卫东干什么？是不是你这个死丫头跟主任说了什么卫东的坏话？有些情况需要核实。认识吗？没见过。林卫东，这是你的名字吧？账册上的字迹和举报信上的字迹是一样的。林卫东，你涉嫌恶意诋毁他人，情节恶劣，这能说明什么？字写得像的人多了。我没有举报。那你解释一下字迹。还有，举报信里提到的很多内容，只有熟悉不可狼的人才知道。就算如此，也不能证明举报信就是我写的吧？我能证明。那天他一直在供销社外面转，后来还跟着秀禾姐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胡说！我没胡说。供销社门口卖糖葫芦的大爷也看见了，还有粮站的人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林卫东同志，举报是否属实，县里会继续调查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干扰其他考生。林秀禾，你存心的是不是？你非要毁了卫东才甘心吗？他可是你亲弟弟呀！娘，不是我要毁了他，而是他不想让我好过。他明明知道这封举报信意味着什么，但他还是做了。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林卫东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再耍手段，别怪我彻底不念情分。这是高考预估录取分数点，你想好报哪所学校了吗？清华大学。清华大学，秀禾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哪怕是上一世你深陷泥潭，也努力做到最好。你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上辈子，我只敢远远地在校门外看一眼，而这一世，他第一次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目标。秀禾姐，出结果了，林卫东因为恶意举报被取消重点培养资格了。
明天就是真正的高考了。前世我没有机会走进考场，这一世终于走到了这里。什么东西？考试用的，现成买的，备用。谢谢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一天，我整整准备了2世，2辈子，我终于坐在这里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考试开始。所有考生停笔。1977年高考正式结束。考完了，我真的考完了。我以前真以为我这辈子都进不了考场，结果我居然考完了。是啊，或许这一次我们的人生这么都会不一样了。你又要干啥？林秀禾，这一次我一定比你强。就知道吹牛，秀禾姐，你肯定比他厉害。等成绩出来就知道了。秀禾姐，你咋这么淡定呢？或许是因为从前经历的太多了。卫东，你尝尝这个排骨，我下午特意去买的。卫东，你这次考试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没问题。我就说卫东肯定行。你姐她考得怎么样？提那丫头干啥？上次模拟考她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真格的高考，肯定考不过卫东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肯定比我姐强。等成绩出来，咱家得摆酒摆3天，让全公社都知道。平时这个点赵小梅早来了，今天不会睡过头了吧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爹要给我说亲。什么？隔壁大队的，25岁，在砖窑干活，彩礼180块。你的高考成绩不是还没出来吗？我爹说女孩子迟早都要嫁人，高考刚结束，他急什么？你想嫁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跟我回家。我不回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回。婚事都说好了，人家下午就来见面。我不见，成绩没出来，我哪儿也不去。考，你还真觉得自己能当大学生？高考成绩还没公布，谁规定他考不上？再说，婚姻讲究双方自愿，他不愿意，这门亲事怎么算定下来？再闹的话，我就去报公社了。我回头再给你算账。刚才谢谢你们，记住，你的人生谁也不能替你做主。我刚刚经过公社，听说了一件事儿。啥事儿啊？这么神秘？周干事要被调到县机械厂做技术顾问了。这可是好事儿啊！县机械厂啊，多少人想进去都进不去。借调以后是不是就不回来了？谁说的？只是借调，又不是调走。县机械厂改造项目后来成功了，还上过地区报纸，参与的人不少都调进了县城。如果这一世轨迹没有变，周志远大概率会走得更远。秀禾姐，周干事要调走了，你咋没啥反应呢？借调是好事儿，我替他高兴。那你咋办啊？你俩不就不能在一起了吗？什么？我和周志远在一起了？小梅，我找你有点事儿，你俩聊。那个，小梅乱说的，你别误会。没事儿，我要借调的事儿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恭喜你。秀禾，其实我……他这是……算了，现在说怕是会吓到他。没事儿，这是报考指南，县里找来的，可能用得上。谢谢。秀禾，你愿意等我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，不是吗？秀禾姐，我忽然觉得考试都没填志愿难。你不是一直想上大学吗？想归想，可真让我选，我又不知道哪个好。师范怎么样？护士呢？会计呢？你喜欢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不要管什么才是好的，要选择你喜欢的更重要。我喜欢老师。为什么？老师能教书，还能让别人读书，那就填师范，以后当老师。真行？为什么不行？那以后得叫赵老师了。秀禾姐，你打算报哪所大学啊？清华大学。林家要摆酒啦！
摆酒干啥？林卫东的事儿不早就黄了吗？卫东娘到处说卫东第一志愿填了省城重点大学，还说等成绩出来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大学生。成绩还没出来呢，他倒是一天都不聊。秀禾，你不去看看热闹吗？我过去，他们反而不高兴，没必要。秀禾姐，你娘他们那么偏心，你不生气啊？气过。上辈子我不止一次想过，是不是我真的不如卫东，他们才不喜欢我，所以我拼了命的努力去讨好他们。但我现在知道，与其生气，不如把自己的人生过好。秀兰，你家卫东和秀辉谁考得好啊？那还用问，我家卫东当然比他强。可秀和模拟考第一，哼，模拟考算什么？女娃读书，前面靠死记硬背还能占点便宜，真到高考，题一难就看出差别了。张婶儿，我这次肯定没问题，说不定分数比县里的考生都高，林秀禾绝对考不过我。那我可就等着沾光了，以后惠东成了省城的大学生，我们跟着也体面。高考成绩放榜了，安静，请大家安静。成绩已经统计完成，但排名名单还在最后核对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怎么还要等啊？我都要紧张死了。请大家理解，今年情况特殊，考生人数远超预期，教育局必须保证准确。林卫东来了。你娘怎么也来了？能不来吗？她这几天恨不得把大学2个字挂嘴边。秀禾也来了，等会儿成绩出来，别太紧张。年轻人嘛，以后机会还多。卫东昨晚还说发挥的比模拟考试好，我就告诉他平常心，考得好也别骄傲。至于你，考不过卫东也别气馁，毕竟你从小到大都不如他。婶子，你别忘了，模拟考试秀禾姐才是第1名。模拟考那都是公社自己出的题，算不了数，还是看高考才作数。等会儿咱们看真章。姐，你就别硬撑着了，别回头成绩出来打脸。我看打脸的人是你才对。你别吵了，名单出来了。怎么会没有卫东的名字？也没有秀英姐和我的名字。公告栏上是专科的名单。我就说怎么可能没有我家卫东的名字？本科生的录取名单在这里。快看看有没有我家卫东的名字。林卫东是吧？有的。看吧，我说我家卫东肯定能考上。林卫东成绩非常好，556，全县第2。第2？怎么可能？老师，你看下林秀禾考了多少？对不起，这张名单上面没有林秀禾同学的名字。姐，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连专科都没考上。我就说这女娃不如男娃，你还不承认？现在好了吧？又耽误功夫又花钱，还不如早点嫁人。这怎么可能？秀禾姐模拟考的时候成绩可是全县第1，怎么可能考不上？一定是弄错了。不会错的。难道重来一世，我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吗？秀禾姐，没事的，大不了明年再考一次，就凭你的成绩，肯定没问题的。考什么考？就他这猪脑子，再考100次也比不过卫东。错了，名单少印了一行，林秀禾同学是全县第1。秀禾，你做到了。不可能，林秀禾不可能考过我，一定是弄错了。这次不可能再错了。我家卫东都只考了第2，她一个乡下丫头，怎么可能考全县第1？你们是不是把名字写错了？肯定是把林卫东写成林秀禾了。大娘，您别在这儿胡搅蛮缠，分数和录取通知都是一笔笔记下来的，怎么会写错？林秀禾的分数确实比林卫东高整整36分，录取通知书省里都发下来了，错不了。秀禾姐，恭喜你，你考上了。是啊，我考上了。他也来了。你就是林秀禾？是。恭喜你。谢谢。教育局主任亲自祝贺，这待遇不一样啊。废话，全县第1能一样吗？把第1名单独登记一下，还有通知县广播带，今天就通知。今天这种成绩值得宣传。广播，秀禾姐要上广播了，咱们供销社以后有面子了。下面播报我县1977年高考情况。本县考生林秀禾以379分成绩位列全县第1，
创下恢复高考以来最好成绩，特此通报表扬。秀禾，你真是太争气了！广播播了一下午，你娘和你弟听完，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让他们欺负秀禾姐，这下丢大人了。秀禾，县里来电话了，京城市那边打来的，县教育局转过来的，说是高校招生那边让林秀明天上午去县里。高校招生是不是清华大学啊？全县第一就是不一样啊！电话里还说什么？说明天上午9点前到县教育局，带上成绩单、准考证、志愿表。秀禾姐，你真要填清华吗？明天去县里再说。来了，坐。你的成绩很突出，县里已经向上报了，京城市那边也打电话来了解情况。不过录取流程还是要按规定走，志愿表必须本人填写，签字确认，不能代填。第一志愿想好了？前世很多年里，我听别人说起精华，我只觉得遥不可及，但这一世，这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里。专业呢？自动化。女同志报这个专业的不多，国家需要技术。这话说得好。秀兰听说了吗？你家秀禾志愿填了京华大学。秀禾姐，我被师范大学录取了，恭喜！我爹知道我考上后，逢人就夸我有出息，也再不说让我嫁人的事了。小梅，你终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。谢谢你，秀禾姐，没有你帮我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要谢就谢你自己，没有放弃。秀禾姐，我今天好像看到你娘去找媒婆了。找媒婆干什么？说林卫东以后是大学生，得提前相看媳妇儿。成绩刚出来几天，他就开始挑儿媳妇了。听说他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全村都知道。听说把条件说了一大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选妃呢。你回来了？放榜那天我也在，当时人多。秀禾，恭喜你实现了梦想。也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坚信我可以。秀禾，最近别乱跑，广播站记者可能要来。恭喜你啊，秀兰，你家秀禾出息了，要上报纸了。不就是考了个第1名吗？至于这样吗？那可是全县第1呀！我家卫东考的也不差呀，咋不见他们来采访我们呢？秀禾，秀禾在不在？怎么了？主任让我来找他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好事儿，天大的好事儿！找我？对，明天一早去县教育局带身份证明。荆州市来电报了。荆州市？哪个荆州市？还能哪个荆州市？京华大学。京华大学主动来电报。秀英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明天还得去县里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？对啊，我现在比自己过县还紧张。秀禾，刚才县邮局让我和你说一声，最近几天你最好别离开公社。为什么？因为邮局那边说可能还有东西要送过来。什么东西？没说，不过是从荆州市发出来的，只说要登记，到了第一时间送。会不会是通知书？不能吧，这么快？那还能是什么？到了再说。周公，电话。谁的？红旗公社那边。志远，好消息！什么事儿？荆州市来电报了。谁的电报？京华大学找秀禾的，县里都轰动了。教育局主任亲自安排，明天还要去县里。前世我没有接到过这个电话。秀禾，恭喜你做到了。明天几点？9点，教育局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但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下。林秀禾他娘今天来招生办了，她说想问问县里的大学情况。他还说什么了？说什么女孩子去荆州市不安全，说什么离家太远，还说家里人不同意。帮我和厂长说一下，我明天请1天假。荆州市那么远，一个姑娘跑那么远读书，以后回来都难。要我说，省城就挺好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？秀兰，人家考的是全县第1。全县第1怎么了？
第一以后也得嫁人。谁规定女孩子只能嫁人？我也是为了她好。荆州市人生地不熟，真出了事儿怎么办？能出什么事儿？我就是说，丫头片子以后总要嫁人的，不如把机会让给卫东。恢复高考是国家定的，大学是国家办的，他凭本事考出来，为什么不能去？到底是为他好，还是见不得他好？周志远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他的人生他自己决定，谁也别替他做主。县教育局让我赶紧回来通知，京华大学来电报了，县里让我回来通知秀禾明天过去。前世我离荆州市很远，远得像隔着这一辈子。现在那个名字已经主动出现在我面前。欢迎欢迎，辛苦了。王队长，恭喜啊，全县第一出在了你们公社。运气好，这可不是运气，全县400多名考生，第一名就一个。林秀禾同志在哪儿？来了，谁来了？县里还有记者，还有照相机，真的照相机。秀禾，快别忙了，教育局的领导都来了。林秀禾同志，是我。你好，地区广播站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高考的？去年。每天学习多久？下班以后。为什么想考大学？想学点真正有用的东西。什么叫有用的东西？能让粮食增产，能让机器运转，能让生活变得更好。秀禾，我当初就知道你一定能走到今天，你从来都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对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恢复高考给了我们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，我会带着这份机会好好读书，以后回来建设家乡，不辜负今天所有人的期待。明天去县里，我送你。好。录取通知书应该很快就到了，到时候到了我告诉你。等你从京城市读书毕业，秀兰，快看，你家秀禾上报纸了！什么？报社稿子还没发，县里有人抄出来了。恢复高考第1年，我县诞生全县第1，不就是考个破试吗？有什么好吹的？还是个丫头片子，就算考上了京华，毕业了也没人要。你这是干啥？秀禾考了全县第1，这可是大好事儿。好事儿？我看就是打卫东的脸。卫东也是大学生，凭什么就只有他林秀禾能上报纸？合着在县里人眼里，只有他有出息，卫东这些年读书就白读了？不就是一个破京华吗？有什么好显摆的？我以后在省城毕业，肯定比他混得好。就是，咱们卫东又不差，等以后卫东毕业留在省城工作，肯定比林秀禾一个丫头片子强。邮递员来了，林秀禾的录取通知书来了。林秀禾在吗？有你的包裹，荆州市来的。在，秀禾，快出来！京华大学，真的是京华大学。收件人：红旗公络供销社林秀禾同志。真到了，真的到了！我真的考上了京华大学，这不是梦。林秀禾同志，请签收。秀禾姐，快拆开看看，我还没见过京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长啥样呢。经审核批准，录取你进入京华大学自动化系学习，考上了！秀禾，你真的考上了京华大学！凭什么？明明我比林秀禾更聪明，更有本事，凭什么是她被京华大学录取了？婶子，秀禾考上了京华大学，你不高兴吗？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一个姑娘家跑那么远读书，学那么多知识，还不是要嫁人？我看就是瞎折腾。放着省城的大学不去读，非要跑京正市去，不知道安的什么心。这通知书是我凭自己本事考来的，我要去哪儿读书是我自己的事儿，难不成只有他林卫东才能去吗？你和卫东能一样吗？卫东是男娃，将来是要做大事的，你一个丫头片子，上了也是白费事。婶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女孩怎么了？要我看，秀禾姐就是比林卫东强100倍。你少在这儿得意，
不就是运气好蒙了个第一吗？真当自己是什么金凤凰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考上了清华，以后毕业还不定是什么样呢。我迟早会超过你。你超不超过我那是你的事，但录取通知书在我手里，这个位置就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从今天起，我就要去荆州市读书了，往后我的人生再也不由你们指手画脚。我造了什么孽呀？养出来这么个白眼狼，翅膀硬了就要飞了，不管爹娘了。我凭自己本事考学读书，光明正大，没偷没抢，有什么抬不起头的？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这个精华我读定了，谁也拦不住我。你要敢去京张市读学，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以后你别认我这个娘，我也不认你这个闺女。哭什么哭？还不嫌丢丑？秀禾考得上黄华，那是她的本事。你疯了？你居然帮着他说话！将来他走了，谁给卫东安排工作？谁帮衬卫东？他有手有脚，我凭什么要帮衬他？他是你弟，你就该帮他。又是套说辞。我今天也把话说清楚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帮他一次。娘，我们走，不靠他，我照样有出息。学费我给你凑，你放心去京城市读书，不用管我们。不用了，学费我自己想办法。秀禾，你就这么恨我们吗？爹，我不恨你们，但有些伤害不是你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就能抵消的。你回去吧。秀禾姐，你别难过。我不难过，我只是觉得这么多年终于熬出头了。入校以后，学校将从新生中选拔重点培养对象，提供更多科研资源，安排优秀教师指导，优先参与重要项目。秀禾姐，你入选了京华大学的重点培养计划名单了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前世，我最大的遗憾不是吃苦，而是没有一个可以努力的机会，而如今机会已经摆在了眼前。秀禾，县里来人了。谁来了？教育局还有地区招生办找你的。林秀禾同志，恭喜。谢谢。我是地区招生办的，这次过来主要是确认2件事：第一，录取通知书是否收到；第二，重点培养计划是否愿意参加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恢复高考第1年，全地区被列入计划的人不多，你是其中之一，所以学校很重视。京华大学那边专门来电话问过。荆州市打电话？对，专门询问他的情况。如果参加计划需要做什么？正常学习，正常上课，只是要求会更高一点，当然机会也更多。我参加。给你的。什么？钢笔，上大学用。哎呦，周同志想得真周到。荆州市不比公社，很多东西提前准备。谢谢。车票最好早点买。为什么？开学季人多，晚了买不到卧铺。列车时间表，今天去县城的时候顺便问的，你应该用得上。前世，我为了给林卫东凑生活费，奔波在不同城市，却没有自己的人生。这一次，命运终于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。我看看，2天1夜，这么久。中间还要转车，先到省城，再坐北上的列车。那得带多少吃的？秀禾姐，那你是不是很久不会回来了？你什么时候走？8月底。还有20天。周志远，你去过荆州市吗？周志远，你去过荆州市吗？没有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很多事情，周志远知道的太详细，详细的不像听说，更像亲眼见过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机械厂有个老师傅，年轻时去过荆州市，听他说的。真的只是这样吗？到了荆州市之后，别太相信陌生人，尤其是主动接近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亏，吃1次就够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秀禾姐，这下好了，手续都办妥了，就等着开学。这不是周战士上班的地方吗？秀禾姐正好路过，你不去看看周战士吗？秀禾姐去吧，
再过几天你都要去竞争室了。你好，我找周技术员。在车间，进去吧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。周公，这位是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今年高考的第1名。原来是你啊！我们县里出了名的女状元。厂长好，打扰你们工作了。什么打扰不打扰？大状元能来咱们厂，这是咱们的荣幸啊！你一过来，我还以为你是周公的对象呢，头一次见他这么高兴。那个啥，我带你去办公室吧。前世县机械厂技术改造出了事故，停工1个多月，后来还上过地区报纸。设备改造顺利吗？还行，第1阶段基本完成。那就好。像之前那样停工就麻烦了。什么？机械厂什么时候停工过？糟糕，前世机械厂停工是明年，现在根本没有停工过。我就是举个例子。前世县机械厂确实发生过一次重大停工事故，而现在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。他为什么会这样说？难道他也是重生的？难道他也是重生的？忙活一上午饿了吧？去吃个饭吧。走吧。去荆州市的车票买了没？买了。卧铺，多亏你提醒，要不然我可能就要一直站到荆州市了。对了，机械厂那边最近挺顺，看来明年不会停工了。那不是好事吗？是好事，不过我一直觉得挺奇怪。奇怪什么？你为什么会提到停工？猜的。猜得这么准？运气好。是吗？那你再猜一个。什么？明年粮价。明年粮价确实会调整，这件事在前世闹得很大，可现在没人知道。周志远他什么意思？你当我是算命的？也是，有件事一直忘了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机械厂老师傅说，京蒸市冬天特别冷，去之前多带件棉衣。前世有人和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前世有人和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前世。荆州市冬天特别冷，多带件棉衣。谁说的？机械厂老师傅。怎么了？周志远，你到底是谁？秀禾、小梅，你俩坐这边。不用了，王队长，不合适。有啥不合适？你可是清华大学全县第一，你让周干事说合适不合适？咋了？王队长让秀禾姐做主桌。王队长，你就别为难秀禾了。还是周干事想得周到。那你们坐那边吧。恢复高考第1年，咱们红旗公社出了个全县第1，还考上了清华大学。这不是林秀禾一个人的光荣，也是咱们整个公社的光荣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没啥了不起的，让你家林卫东也考啊。秀禾啊，去了荆州市之后，还能回来吗？能，如果有机会，回来建设家乡。好，说得好。秀禾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秀禾，你相信命运吗？秀禾，你相信命运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随便问问。那你呢？以前不信，现在或许冥冥之中皆有定数。周志远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，会怎么办？先确定真假，然后呢？然后接受。秀禾，刚刚邮递员来了，给你送了封信。清华大学的信。林秀禾同学，你好，首先祝贺你考入清华大学。我是清华大学陈教授，看过你的高考试卷，你在数学和物理上的解题思路让我印象深刻。入报照到后，请到自动化系办公室找我，我很期待与你见面。秀禾姐，清华大学的教授点名要见你，你太厉害了。上一世荆州市很远，大学也很远，而这一世，这些人已经主动向我走来。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。秀禾，你的优秀已经被更多人发现了。秀禾姐，其实我一直想不通，你为啥会报自动化的专业？因为自动化将会是未来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。秀禾，嗯？你相信有些事情会重新来一次吗？难道他知道我是重生的了？你信吗？我只相信事情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坐车。拿着。什么？棉被。
我有，那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荆州市冬天冷，多带一瓶。前世我很少感受过这种被人惦记的滋味，而这一世似乎总有人替我想着。还有我的，这又是什么？花生、瓜子儿，还有炒黄豆，火车上吃。到了京城市，别忘了我们。不会的。这是我爸留下的。上一世，这块表周志远一直带在身边，太贵重了。借你。到了京城市记得看时间。秀禾。到了荆州市之后，好好过。你也是。机械厂那边会越来越好的。秀禾姐，记得给我们写信。京城市，我来了。同志，借过一下。欢迎回来。这一刻，很多答案也变得不再重要。京城市就在眼前，大学就在前方，而属于我们的新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周志远，我其实来过荆州市，那是很多年以前。那时候刚失业，没钱没家，除了一身病，一无所有。这一世，我考上了京华大学，带着全县第一的成绩，带着整个红旗公社的期待，重新站到了这里。这一次，一切都会不一样的。对了，怎么会来荆州市？出差，过几天回去。秀禾，荆州市很大，但如果你需要我，我随时都可以过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周志远，不止这一次。黄华大学到了。京华大学，我用了2辈子，终于走到了这里。你好，你好，403的。快进来吧。我叫顾晓林，荆州市人，经济干部家庭。林秀禾，红旗公社，农村来的。对，厉害呀！我叫刘雪，沈阳的，工人家庭。苏青，勋江市，父母都是教师。似乎还不错。秀禾，你们那边有电影院吗？有，不过1年放不了几次电影。真的有啊，我还以为没有呢。你把农村想成什么地方了？那你以前见过计算机吗？没有。1978年的林秀禾确实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。真的？你不是荆州市的吗？荆州市人又不是天天能见，整个学校都没几台。顾小妍，楼下通知，明天英语分班考试。这么快？听说是全校统一。完了，我最怕英语。天还没亮呢。快起来，今天英语分班考试。对啊，考试！这也太拼了吧！这里是京华。是啊，这里是京华，全国最优秀的人都在这里，没有谁会因为考上大学就停下来。前世工作时，我见过很多优秀的人，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天赋，而是比你优秀，却比你更努力。秀禾，你英语怎么样？不算好。你可是全县第一，你说不好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语法、阅读、翻译这些问题不大，除了听力。果然来了，太快了，而且很多发音和课本完全不同。果然，重生也并不能解决一切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最后几道听力我全蒙的。听说这次分班很严格，英语好的直接进提高班，以后还能接触外文资料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外文资料，自动化专业以后会接触大量国外文献，如果英语不过关，很多机会都会失去。如果不想失去机会，就必须补英语，而且要尽快补。怎么了？咱们班的高考排名出来了，这么快？秀禾，你第一，太厉害了！秀禾，你的高考成绩居然是班级第一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种感觉，刚刚那一眼似乎是在看我。林秀禾吗？我记住你了，下次我一定会超过你。秀禾，你火了。什么火了？
整个自动化系都在说他，农村来的第1名。你知道现在大家怎么讨论你吗？怎么讨论？讨论你是不是每天只睡4个小时。还有人说你从小就是神童，说你把高中教材背下来了。对了，下午班里要开见面会，吴老师通知了，所有人都得去。我以为只是大学班会而已，可我没想到，这场班会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到金华是什么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，以后你们叫我吴老师就行。下面我给大家简单讲下金华大学的校规。好了，下面请各位新生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张建华，江东省人。我叫刘志强，孤津市人。我叫许巍，荆州市人，高考成绩360。林秀慧，红旗公社人，公社，农村，高考成绩379分。379，比许巍还高。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，居然拿了全班最高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你就是林秀禾？有件事儿我一直挺好奇，第1名居然是农村来的，为什么不能是农村来的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觉得你们那里条件应该很差，图书少，老师少，信息也少，这种情况下还能考第1，很厉害。也许对于许巍这种天之骄子来说，红旗公社的环境确实难以想象。条件是差，但不代表考不好。你脾气真好，要是我早跟他吵起来了。我不是脾气好，只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以后，很多争论已经没有意义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别人怎么看你，而是你能走多远。英语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我分到了普通班。我也在，苏青进了提高班。秀禾你在哪个班？还用说吗？秀禾可是学霸，肯定在提高班。我在普通班。哎呀，正常，谁没有考砸的时候？不是，我的英语确实差一些。没事儿，以秀禾你的学习能力，早晚能追上来的。还好没调到最差那个班。我本来以为自己能进提高班，结果差一点。提高班也没那么好，以后作业更多。你们学霸说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普通人感受？这是重生以来第1次发现自己并不是站在最前面的人。金华和红旗公社不一样，这里聚集的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，每个人都曾是第1名。输一次不可怕，怕的是接受失败。而我林秀禾从来都不是会认输的人。这个月花超了，生活费不够了，估计后半个月就要馒头就咸菜了。我就说不让买你那条新裙子吧。完了完了！荆州市的消费远比县城高，我手里的钱如果只是完成学业当然够，可如果以后想做更多事情，这些钱远远不够。赚钱。林秀慧，我能坐这里吗？陈教授。坐吧，图书馆不是办公室。看来英语考得不太满意。有点。只是有点儿。普通班中游，对于一个专业第1来说，这可不算只是有点儿。这些是今天记的。全记住了。差不多。不错。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找你？有一点。那你不问？您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。你为什么来金华？为了离开。离开？离开什么？离开原来的生活，离开别人替我安排的人生。然后呢？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只是看看。如果有能力的话，我想改变一些东西。很好，至少比那些说漂亮话的人强。看看。自动化控制基础课题，这是一个小课题。明天下午我有个讨论会，来听听。我？怎么，觉得自己不够资格？不。那就来。对了，英语别着急，技术上的天赋可以拉开距离，英语不能，它只是工具，迟早能补回来。陈教授居然把资料给你了。有问题吗？李明远，自动化系。李明远，高考成绩仅比我少了几分的第2名。看来陈教授很看好你。还好。希望明天你也能听懂。我也希望。他就是林秀禾？应该是农村来的第1名。来得挺早。你也不晚。
听说陈教授每年只挑几个人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上一届有个省状元都没进去，这么严？废话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我一定会入选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吗？因为成绩，但成绩不代表能力。高考跑的是过去，我今天要看的是未来。这根本不是课堂题，甚至超出了我们现阶段掌握的内容。这道题我有印象，前世工作以后，我接触过类似的控制模型，虽然不完一样，但核心思路很接近。半小时，谁能给出思路，谁留下。老师，有思路了？算不上完整答案，但可以试试。上来。真的假的？他真能解出来？吹牛的吧？就算他是第一名，也做不出来。这个思路，他一个大一现生怎么会这种解法？他这个答案正确吗？完全正确。谁还有别的思路？今天这道题不是为了考你们，而是告诉你们一件事：这里没有高考状元，从踏入京华开始，所有人都要重新排队。林秀禾，你很优秀，我低估你了。谢谢你的肯定。我本以为我最大的对手会是李明远，结果半路冒出来一林秀禾，还是农村来的。你麻烦来了。什么麻烦？赵国芳，松江市状元之一，脾气不太好。和我有关系？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总算找到你了。怎么了？整个系都传开了，传你今天在讨论会上把一群状元干懵了。现在外面都在说自动化系来了个怪物，哪有这么夸张？有，今天英语提高班，老师提到你了。提我？他说专业课第一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知道自己短板在哪儿，还愿意拼命补的人。怎么回事？出来了？什么出来了？名单，陈教授项目组的选定名单，林秀禾、李明远、赵国栋。天啊，只有3个人，陈教授也太狠了吧！3日后，还有一场考核，真正的竞争开始了。李明远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找林秀禾。哟，专业第2来找专业第1，你俩有情况啊？有事儿？有事儿，看看。什么？往年考核题。这东西可是宝贝啊！你居然舍得给我秀禾？为什么给我？因为我不想赢得太轻松。好狂啊！这就是学霸的自信吗？那你可能要失望了。希望如此。这就是天才之间的交流吗？看你这样子，把资料送给他了。你倒是大方。你怕了？我会怕他？我劝你还是别掉以轻心，他比你想象的更厉害。哼，一个乡下丫头能厉害到哪儿去？明天最终考核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第1名。今天只有一个任务，5个小时解决一个问题。某机械厂生产线控制优化方案，这个方案倒是挺适合周志远的。没有标准答案，也没有固定思路。我要看的不是结果，是你们怎么思考。这不像一道题，倒像是一个真实案例，甚至像一份真实项目。前世这份资料里的问题真实发生过，就在机械厂，而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。这次考核或许比所有人想象的都重要。这份资料并不是随便选的，而是来自荆州市一家机械研究单位，也是最近正在关注的项目。谁能真正看懂，谁就有资格留下。不可能，这份资料这么复杂，他怎么可能短短2个小时就完成了？做得快，未必做得对，说不定只是乱写一通。谁愿意先讲讲自己的思路？我先来。不错，如果成本增加20%呢？请坐。很好，但还是不够。林秀禾，说说你的。老师，这份资料是真实项目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里面的问题不像考试题。继续。果然如此，
或许这一次我能阻止意外发生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原方案有重大错误。原方案有重大错误，什么意思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如果按照原方案推进，后续产能提高以后，整个控制系统会出现延迟，短期看不出来，长期一定会出问题。这个问题你怎么发现的？因为我觉得它迟早会出事。好一个迟早会出事儿！你们记住，今天不是他赢了考核，而是他看见了你们都没看见的东西。是我，你们要的人我找到了，今年的新生叫林秀禾。秀禾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什么？整个自动化系都在传你。刚才楼下都在讨论，有人说你把研究所的方案挑出毛病了，真的假的？明明只是一次考核，传到最后已经快变成单挑整个研究所了。上一世的我每天为了生计发愁，被爹娘和林卫东吸血，活得穷困潦倒。而如今的我，有了可以憧憬未来的能力，感谢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明天英语考试，才开学几天就考试，完蛋了，我单词还没背完。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去图书馆，晚上回宿舍还会继续背单词。可越学越能感觉到差距，这种差距不是努力几天就能追上的。成绩出来了，许巍93，好厉害！顾小梅75，刘雪71，林秀禾62分。老师，有事？我想学英语。谁不想学英语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想把它学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后会用到。谁告诉你的？没人告诉我，但我知道未来很多东西都离不开英语。你知道自己差在哪里吗？基础，还有呢？听力、词汇量、语感。明天早上6点来找我。每天。谢谢老师。听说你最近打算天天6点来学英语。消息传得这么快？烟华没有秘密。给。什么？奖励。奖励什么？奖励你终于找到不会的东西了。秀禾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们更像一个输不起的人。李明远说对了，前世输过一次的人，这一世往往比任何人都害怕输。你比我们更像一个输不起的人。前世的我输过，输掉工作，输掉机会，输掉人生。这一世我不会再输，至少不会轻易输。听说你这次英语考试考了90分，仅次于许巍。还需要努力。林秀禾，我有时候想不通，你为什么每件事都跟个拼命撒娘一样？陈教授的研究课时，学英古也是。或许是因为失去过的人想抓住每一个机会吧。陈教授叫我们3个去教室，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。京城市青年科技竞赛，这种级别的竞赛根本不是普通学生能接触到的。敢不敢挑战一下？敢。老陈推荐的学生在哪儿？我们研究所想先见见。正在里面开会。竞赛的事先放一放。竞赛先放？那今天开会干什么？给大家介绍一下机械研究所秦主任。谁是林秀禾？谁是林秀禾？我是。太年轻了，我以为能发现那个漏洞的人至少应该是高年级学生，甚至研究生，结果居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。就是你发现的问题？是。为什么会想到那里？我总不能说前世见过类似系统吧，因为不合理。哪里不合理？增长曲线。现在产能低，问题看不出来，可一旦扩大，误差会被放大。老陈，你运气不错，现在信了。他真是大一的，刚入学。老陈，我们所最近缺个人，林秀禾同学符合我们的标准。不急，先观察观察。你这是怕我抢人？废话，林秀禾
你自己决定。多谢秦主任，我认为以我现在的知识储备，还不足以胜任研究所的工作。你想好了，这可是研究所，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的。我明白，我现在刚入学，基础课程还没学完，我想先把专业课学好，等我把基础打扎实了，再去研究所参与项目，这样对项目负责，也是对我自己负责。秀禾，你的信。来到荆州市以后，还没收到过家里的消息。红旗公社寄过来的，前世我无数次收到过家里的信，大部分内容都一样，缺钱，有事，帮弟弟。而这一世，这是第一封。谁寄的？不会是男朋友吧？有可能。周志远，快拆开，看看写什么，是不是荆州市太远想你了？秀禾，展信佳，荆州市的秋天冷得早，你那边一切可好？秀禾，你这男朋友很体贴啊，你看他都不好意思抬头了。不逗你了，你自己看吧，咱俩去打水。公社和机械厂这边一切顺利，我已经跟着团队完成了第2轮技术改的加造，厂子现在产能翻了近1倍，上个月刚刚评了地区先进企业。你之前说你在学英语，我托人买来2本原版英文读物，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。秀禾，机械厂最近有一个培训巡额，县里推荐了我，在荆州市，我想我们很快就能再次见面。周志远要来荆州市。周志远要来荆州市。另外，荆州市和县城不一样，有些人的话无必可信，尤其是主动接近你的人。从高考前开始，周志远就经常说类似的话，提醒我注意邻家，提醒我不要轻信别人。很多时候，甚至像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或许，这个世界有同样秘密的人，不止我一个。人齐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3个正式进入竞赛组。荆州市青年科技竞赛项目资料，研究所联合培养计划，机械系统青年培训交流名单。周志远，前世这个时候的周志远并没有来荆州市，至少我不知道。难道是因为我重生了，所以很多事情改变了吗？林秀禾，有问题。秦主任，有什么事吗？研究所的意思，这个项目由你负责。负责项目？秦主任，我只是个大1学生。机会给你了，敢不敢接？重生一次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敢。前世荆州市来过很多次，却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，迫切的想要见到一个人。秀禾，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。今天说一下项目负责人的事。研究所推荐林秀禾，我有意见。说。我承认他很优秀，专业能力也很强，但负责人不只是做题，还要协调、组织、统筹。他没有经验。我同意。理由呢？因为项目不能输，如果他能证明自己，我服，但现在不行。很好，我就怕你们没意见。既然有意见，那就比。比什么？竞赛第1阶段方案设计，谁拿第1，谁当负责人。你生气吗？什么？我们反对你当负责人。为什么要生气？因为本来是你的，现在不是了。该是我的，就会是我的。林秀回，这一次我不会输给你的。我也是。秀禾，项目还没开始，你怎么来了？因为想见你，厂里让我提前过来熟悉一下项目。秀禾，这位是秀禾，他们的关系似乎很亲近。你好，我叫周志远，是秀禾的。他会怎么说我们2个的关系？朋友还是老乡？追求者。周志远，你不用马上回答我，不管你最后选择是什么，我都想先告诉你我的心意。前世我错过了太多次，错过了保护你的机会，错过了跟你说清楚的时机。这一世我不想再躲，我想站在你身边，陪着你。你这里的控制模块参数是不是调过了？我之前在厂里做技术改造的时候，也碰到过类似的匹合误差问题。你要不要试试换一个体合算法？我之前怎么没想到？我们一直卡在原来的算法框架里出不来，换个思路说不定就做通了。林秀禾，该你了。别紧张，就像我们之前演练后的那样，没问题。
陈教授、秦主任，我的方案是以低功耗致适应调参算法为核心，重构机械控制系统的拟合逻辑，替换掉原来沿用的固定参数拟合框架。我的汇报结束了，感谢诸位的聆听。我宣布，此次竞赛项目的负责人是林秀和，大家可有异议？没有了，这次我心服口服。林秀和，你确实比我厉害。林秀和，我之前反对你当负责人，不是针对你，只是怕项目出问题。现在我心服口服，以后项目里的工作我一定好好配合你。以后我们一起努力，拿下比赛。秀和，你看，我说过你可以的。谢谢你，周志远。从今天开始，启明项目正式启动。启明？启明星，天亮之前最亮的那颗星。希望有一天，你们这群新时代的年轻人能亲手把它点亮。前世我被亲情裹挟，颠沛流离，而这一世，我的人生将一如这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，终将璀璨。